boleh busuk, tapi tulangnya masih kuat. 女人刚住进一家旅店，地上的一滩血迹处竟然发出求救信号。女人好奇地将地板扒开，赫然发现一口古井，接着爬出一个丑陋的大胖子，请求女人救救他。然而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脚。来了！2024之前又一部惊悚恐怖力作，他来了！荒野山区的一栋旅馆内，每位旅客都藏存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接连引发一连串的凶杀案。到底是鬼怪在作祟，还是人心太过黑暗？影片结尾全是高能，所以害怕的小伙伴请用评论区遮挡。一开始，女人玛丽来到旅馆寻找失踪已久的父亲，家里是做房产生意的，父亲打算将旅馆拆迁，与店里的老板娘谈完之后却了无音讯。女儿一路打听得以寻到此地，向老板娘梅拉询问父亲失踪一事，可老板娘表示其父亲早已离开了。 Punya perjanjian, selama papa kamu bisa mencicipi saya, dia tidak akan mengganggu saya lagi. 但梅拉不相信父亲会做出此事，她坚信父亲的失踪一定与老板娘有关。 Setelah papaku menghilang, aku tahu pasti ada hubungannya dengan kamu. Sejak itu, aku mengumpulkan keberanianku untuk datang ke sini. Aku nggak berniat untuk membangun apartemen di sini. 并扬言要将这里夷为平地，摧毁这里的一切。说罢便离开这里，但此时全然不知自己的车已经被人做了手脚，尝试很多次启动无果。这荒山野岭的，无奈只能再次回到旅馆，请求帮他打修车电话。可修车人员来到这里需要花一点时间，老板娘诚恳地劝他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思索片刻后便应了下来。随后吧台给他拿了一把上等房的钥匙，跟着老板娘一路朝客房走来。当他看向一幅画时，画里的人像突然有了变化。 正在抽烟的老汉燃烧了起来，片刻后又恢复平静。此时还在继续扬言要将这里铲平，可殊不知他这一次是有来无回。当他进到客房准备休息时，房门突然关闭，无论他怎么想要打开门锁都无济于事。接着转身看见自己的车子被拖走，焦急的一拳打碎了玻璃。这一操作致使他的手受了伤，忍着疼痛拔下扎在手上的碎玻璃，痛感让他瞬间晕了过去。同时，他手上流出的血滴落到地板上，而老板娘此时还在走廊里静静的等候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没过3秒，玛丽就苏醒了过来，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前求救，并发誓拆掉这里一事只是说说而已，希望对方能够放过他。手上的疼痛再次上了头，虚脱的想要休息之时，仿佛听见一个声音。玛丽慢慢来到自己的血液这里，奇怪的声音相似从这里发出的。她好奇地将耳朵贴近，想要仔细听一下。 赫然貌似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开始惊恐起来，并询问对方是谁。怪异的声音说是老板娘很邪恶，是他把自己困在这里的，并哀求玛丽放他出去。思索片刻后，玛丽便开始奋力地扒地板。 当他扒开后，竟然出现一口水井，还有一条铁链直到井底。玛丽谨慎地向井底探去，伴随着一声炸雷，从井里竟爬出一位诡异的胖子，吓得玛丽缓慢地向后躲避。先是伸出一只手，接着另一只手伸出。玛丽此时不敢发出丝毫声响，胖子不断地呼喊她的名字，边从井口爬出，边慢慢地向玛丽移动。脸部也许是被井水浸泡得面目全非，恐怖的眼神使人汗毛直竖，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正当玛丽愣神的功夫，胖子一把抓住玛丽的小腿，吓得她奋力挣脱开后躲到门口。胖子此时加快了爬行的速度，但拴他的铁链子长度有限。玛丽趁机躲进了卫生间，可胖子的声音继续回荡在整个房间。片刻后，声音消失了。 胖子不见了影踪，他蹑手蹑脚地来到井口查看，以为胖子钻了回去，转身对着门外的梅拉继续哀求，希望能放他出去。 Kenapa kamu melakukan ini, Melati? Itu semua hanya pikiranmu saja. Semua berasal dari kamu. Kamu tidak menyadari? 突然床动了2下，接着瞬间抓住玛丽的脚踝，他奋力的蹬踹，直到将胖子击退。随后，玛丽鼓足勇气，拿着高跟鞋缓慢的朝胖子走来。胖子表示一直在等他，但玛丽埋怨爸爸当初总是离他而去。说着说着，举起高跟鞋要砸去，胖子突然缩回了井里，链子伴随着他的坠落一起下坠，正好拴住了玛丽的脚，将她绊倒。一点一点的，玛丽被拖动着，她使出了浑身乏力，但最终还是被拉进了井里。
井里四处湿滑，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突然，胖子从背后钻出，将其按进了井水里。片刻后，老板娘与矮子来到井口查看，看来这间客房间需要大翻修了，等待迎接下一位顾客的到来。那么下一集将是哪个倒霉蛋来到这里住店呢？好了，我是红苹果 ，See you。女人来到旅馆住店，赫然发现墙壁上的画有了变化，开始以为自己眼花了，于是扶好眼镜仔细查看，诡异的画又恢复了原样。这时女人怪异的行为举止引起了矮子的猜想。来了，老铁们期待已久的第2集，它来了！一部乱中有序的离奇故事，一场惊悚悬疑的鬼魅传说，一座偏远僻静的古老旅馆。每一集的开头都不是高能，望请老铁们耐心看完。这次旅馆里又来了一位神秘顾客，老板娘梅拉觉得这人来者不善。女人声称自己叫吉美，表示自己是一名社工，专门负责保护儿童的服务人员。听说这附近有一家孤儿院，所以前来此地查看，却没想到这将是他的终点站。Punya anak? Tidak。吉美一直在话语里嘲讽梅拉没有孩子一事，虽然梅拉脸色未变，但心里却起了歹意。天黑雨还未停，吉美要求安排客房，打算先住下。随后矮子便带着他朝着房间走来。吉美诡异地查看四周，突然发现墙上的画有了变化，当他想要仔细查看时，却又恢复了原样。接着他慢慢地走进房间，但这时矮子看着他的行为举止，感觉这女人有什么毛病，同时将房门上了锁。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静静地等待着吉美在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但没多久，门锁被拧掉了，落地的声音被二人听到，但矮子表示确认已经锁好了房门，吉美不可能从里面走出来。带着疑问，二人急忙前来查看。这时吉美扭动着诡异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直接钻入对门的房间。二人赶忙上前查看，可来到房间后空无一人，奇怪，人哪去了？正当二人思索时，吉美从另一个房间窜了出来，行为举止怪异，边移动边脱掉外套，趔趔跄跄地朝另一个房间寻去，二人紧跟其后。但此时吉美已经露出了狰狞面孔，头发散落，伸出魔爪拽开了仓库的门。老板娘刚要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吉美转头露出了邪魅的微笑。Jiwa seorang anak kecil terkurung di balik pintu ini. Dia menderita。他像是被恶魔上了身。梅拉夺过猎枪，一枪将吉美轰个跟头，接着二人紧随其后。毫发无损的吉美此时展露出邪恶的一面。这一个转头着实吓二人一跳，吉美开始进一步突变，即使中弹也会无济于事，武力值跟着瞬间飙升。砸倒矮子后，来到仓库门前，一掌推倒铁门。梅拉眼看不发力不行了，顺势呈现出恶魔的一面，二魔张牙舞爪的厮打起来。没成想梅拉也不是这魔的对手，按在地上一顿摩擦，接着轻松将其甩飞出去。看来梅拉阻止不了他进入库房。吉美看着眼前挂着几具干尸，兴奋地抚摸起来，但不料边上的干尸缓缓扭动。嘎嘣一声解决掉了吉美，原来这货是梅拉死去多年的母亲。当他在看向吉美的尸体时，她的死相惨不忍睹。随后矮子将吉美的头摆正后推入了火炉，炼成了骨灰。原来梅拉从小被下了诅咒，她永远不能离开这栋房子。小的时候经常被他人虐打，最后只剩下矮子陪伴着他，母亲也被诅咒尘封在这里，暗暗地保护着梅拉。但某天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将封闭已久的大恶魔释放了出来，同时也将这家旅馆的秘密揭晓。好了，本集就到这里，还会有哪个倒霉蛋来这住店？我们下一集见，我是红苹果 ，See you。